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Dr. Teresa， 现在是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名牙医师。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要拯救你们。如果你在家里突然间牙齿很痛，又没有办法睡觉、吃饭，然后也没有办法马上去看牙医师的话，那要怎么样紧急去止痛呢？如果你是因为牙齿现在很痛才点开这个影片的话，那就先去吃一下 Tylenol 或者是 Advil， 或者是两个一起吃都可以。它们是不同药类的，所以不会说互相的干扰。影片中等一下要介绍的方式也不会对这些药物有任何的干扰。如果你的脸部也肿的话，那就要麻烦你关掉这个视频，先去医院拿一个 antibiotic 的处方签。因为如果你有 facial swelling 脸很肿的话，你的那个脓泡或者是细菌是可以走到你的脑部或心脏，那是非常危险的。你的时间很宝贵，你可以把这个影片2倍的速度看完，或者是到下面的 time code 去看你比较有兴趣的地方。我们首先要先了解一下你牙痛是怎么样的痛，我才可以去推荐你们一个方法，然后对症下药。其实牙齿的痛主要分成为3大类，第一类神经痛，第二类因为牙龈而肿胀的痛，第三类由于咬牙附近周围的组织跟肌肉的酸痛。我们就一一来看它们的原因、症状跟治疗方式。Let's go。第一种类神经痛，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蛀牙，或者是因为外在的一些重力，像是跌倒或是吃到硬的东西，牙齿断裂。有时候也不一定说会完全断掉，有时候里面可能是有裂痕。这样子的话，其实你都会伤到牙髓里面的神经，造成一个状况就是牙髓炎，所谓的 pulpitis inflammation of the pulp。在 pulp 呢，就是牙髓里面，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血管跟神经的。如果你现在的牙痛呢，是因为 pulpitis， 对于冷或热很痛，然后可能吃一些止痛药都不是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我们就称为它 hot tooth， 表示说它现在是那种水深火热的状况。如果你是属于这个状况，然后已经吃了止痛药却还是没有用的话，在家里要怎么治疗呢？这种天然的香料叫做 clove， 它的中文是叫丁香，它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麻醉剂跟消炎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叫做 eugenol。eugenol 以前呢是在战场上面，就是给士兵暂时止痛的一种神奇的药膏。其实在牙医诊所我们也会用到 eugenol 这种成分，尤其是在 IRM 里面，譬如说像是根管治疗完以后，我们需要再看你第2次，我们中间的这个暂时的一个 filling 其实就是用 IRM， 里面就是有 eugenol 的这个成分。所以要怎么用呢？你可以去超市买 clove， 它其实就是香料的样子，然后你可以把它磨成粉，加一点橄榄油，涂在牙齿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或者可以直接去买 clove oil， 就是丁香油，那最快了，就很省事。丁香这个东西是味道非常的浓郁的，如果你买丁香油的话，你可以加一点橄榄油在里面，然后混一下，再放在不舒服的地方。要小心的是非常容易染色的，所以就尽量不要穿白色的衣服或者是桌子，就是保护一下。有一些我华人的病人，我听说他们会在家里就是用臭药丸或正露丸把它磨碎，然后放在不舒服的地方。这个我不太建议，因为正露丸这个东西其实之前有一些报道它是有毒性的。我知道在中国花椒水也是一个非常受欢迎治疗牙痛的方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一些文章是有去 support 花椒水的这种用法，而且花椒水里面是没有 eugenol 这种成分的，所以它可能就是麻麻的，很快你牙齿就会不舒服了。如果你今天是因为牙齿断裂或者是里面有裂痕而导致的这种牙痛，你会发现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会不舒服，就是咬很用力的时候也会不舒服，尤其是在放开的那刹那会很痛。当牙齿有裂痕的时候，你咬下去的时候，其实你反而把裂痕的缝隙给缩小了，所以会比较舒服。你放开了，它又弹回来了，所以那个裂痕就会很痛。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可以用 clove 的方法，可是基本上功用可能不太大，建议你们先不要用那个牙齿吃饭。你如果磨牙的习惯的话，就要戴 night guard， 这样子才不会一直碰到那个牙齿，然后晚上可能会突然间很痛。第二种牙齿疼痛的种类就是牙龈肿胀的痛。
牙周袋里面因为细菌增长或者是食物的堆积，你在你免疫系统不好的时候，它就会发炎、肿胀，甚至牙龈上面会出现小脓泡。有时候你可能不是牙周物的问题，是因为你牙髓已经死掉了，就是像刚刚的第一个种类一样，你的神经坏死，牙髓已经死掉了，里面细菌增长，细菌没有地方跑，只能往下面的牙槽骨跑。这个时候在 X-ray 上面就会看到这种黑黑的圈圈在牙根底下，细菌呢其实已经进入到你的骨头里面，然后把你的骨头吃掉了，才会看到这种黑黑的圈圈。这个时候就会成为 pulpal necrosis， 表示里面的牙髓组织已经坏死了。这个时候你对冷其实就不会太敏感，对热会比较敏感，因为热呢它会让你里面坏死的组织膨胀，这样子就会有那种压力的感觉，所以牙齿可能会感觉好像比一般牙齿还要高一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冰敷，可是要记得不要搅冰块，因为冰块它会磨损你牙齿上面的珐琅质。睡觉的时候可以垫个枕头，确保头部的位置比心脏高，这样子血液才不会在头部停留，造成更疼痛的感觉。如果你看到上面有脓泡的时候，千万不可以用牙签或者是手去挤，它并不是像青春痘。其实就算是青春痘，你也不能用牙签和手去挤吧。有一个妇女呢，她就是在牙龈上面用牙签把那个脓泡戳破，然后里面塞炎，就整个发炎，然后蜂窝组织炎。因为你用牙签去戳破那个脓泡的时候，里面可能有更多的细菌，会造成2度的感染。那要怎么样去把这个脓泡的里面的脓去代谢掉呢？是可以建议里面就是漱盐水，因为盐水它的浓度比细胞里面的水分的浓度还要高，就会去 encourage 细胞去把这些脓去把它往外面排掉。如果你有冲牙机的话，也可以把里面的水用盐水代替，去冲这些牙齿跟牙齿中间的缝隙，或者是你牙周袋里面。这个时候用牙线，牙线可能就没有办法到牙周袋里面很深层的地方，尤其是你长期有牙周病的话。所以牙周病的病人，我是建议你们家里都需要有一个冲牙机哦。一般的时候就用清水清洗的时候就可以了。如果偶尔突然间发炎起来不舒服的话，里面加点盐水是很好的。除了盐水外，其实双氧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代替品，建议你们用1:1跟水去稀释它。漱盐水和双氧水都一样，一天漱个2次，然后漱个1个礼拜，对你的牙周其实发炎效果是非常有效的。如果你有牙周病，虽然现在牙龈没有肿胀的问题，你还是可以用漱盐水跟漱双氧水的方式来补助你平常用刷牙用牙线。我之前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说用白酒加盐水然后漱一下，他们觉得说酒精可以杀菌。我是不建议用酒去代替水的，因为酒精里面其实是对牙龈很刺激，而且它会造成口干的问题。平常在买漱口水的时候，里面也要确保没有含酒精的成分。第3种非常的受欢迎的方式，其实在北美一样，就是 oil pulling 油拔法，用 coconut oil 或者是 olive oil 在嘴巴里面漱个15分钟再吐掉。这个方法其实很多人或者是明星 YouTuber、Instagram 你都可以说他们是 swear by it， 就是保证有效。那我是怎么想的呢？其实油拔法它对牙齿和牙龈是没有伤害的，不过没有任何的 research 或者是文章去支持这样子的做法。到底是因为你漱口漱了15分钟，还是因为真的油它对你有消炎的方法？如果你刚刚好家里有，然后你也想尝试的话，就没有关系，因为它并不是有伤害。我个人是不会想去尝试，因为我想到说要在嘴巴里面漱口漱，用油去漱个15分钟，我就觉得太长了，有点恶心。不过你们可以试试，然后让我知道在下面的留言，如果你有尝试过 oil pulling 或者是油拔法，你个人的经验是怎么样的？不过油拔法这个方式呢是没有办法代替平常刷牙跟用牙线的，所以不可以偷懒哦。在用这些方法之前，一定要先把刷牙跟牙线做好。以后的影片我会告诉大家更多关于刷牙跟用牙线的知识，还有小技巧。如果你有牙周的问题，如果你去看牙医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有一个 bottle 叫做 chlorhexidine， 它是一个需要处方签的漱口水。这个 chlorhexidine 呢，它就是有效的去消炎、去清除你的细菌。不过 chlorhexidine 你一天可以漱个2到3次，可是建议不可以长期使用，不要超过1个礼拜的使用期限，因为 chlorhexidine 它是可以让你的牙齿变很黄的。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牙周的问题好像我漱漱口就没事了，没有像牙齿的问题那么的紧急。可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牙周袋里面的细菌跟牙结石是没有办法通过漱口或者是用冲牙机去把它清洗掉的，所以还是要依赖牙医用的工具把它清洗掉。有些人可能也会觉得说，那我吃个抗生素就好了。抗生素是的确可以减少你肿胀的机会，或者是你 facial swelling 跟 abscess。它其实主要的功能呢是说，确保说你牙齿或者是牙周里面的细菌不会往外面扩，不会到你的脑子，不会到你的心脏，造成一些其他生命危险的问题。可是抗生素是没有办法进入牙齿的组织里面，把里面的细菌给杀死的。你们还在看这个影片吗？那应该是觉得说这个影片应该还蛮有用的，也喜欢这一类的主题，那就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因为后面会有很多类似的影片。谢谢你们。第3种牙痛的种类，就是因为晚上磨牙而造成的。这个种类呢，它不像第一个和第二个种类一样，牙痛那么明显，症状那么明确，或者是那么长期的 consistent。这种大面积的不舒服呢，通常都是因为咬牙晚上磨牙的问题。因为在晚上磨牙还有咬牙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是并不知道我们用多少力道的，所以是用几乎是白天10倍的力道去磨损你的牙齿。来看一下晚上磨牙的样子，听一下它有多大声。它不仅对你的咬合面的珐琅质受到非常大的磨损，它对牙根附近的组织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牙根附近呢，其实不仅是有骨头，我们有所谓的 PDL ligament， 它就像头发一样细细的线，它是连在你的牙根跟骨头中间。所以当你的牙齿受到很大的冲撞，周围的这个 PDL 呢，就是会有非常大的震动到，然后也会发炎，所以在吃东西的时候会不舒服，甚至你有时候什么都不做也会觉得有点酸酸不舒服的感觉。其他磨牙的症状还包括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你的脸颊有点酸痛无力，或者是说你的角蕨肌这里很紧，会造成头痛，甚至你耳朵前面的这个地方也会痛。有些人还会去看耳鼻喉科，可是其实是咬牙的问题。那在家里可以怎么做呢？你可以用热毛巾去热敷你的角蕨肌，让它放松一点。然后晚上的时候要带一个防止磨牙的牙托，是去针灸或者是物理治疗，或者是去按摩你的脸部，对磨牙还有这附近的肌肉放松跟神经的反射上面的控制呢，都是蛮有帮助的。磨牙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需要另外一个影片更深入的讨论，所以我今天就不太讲太多的 detail。好啦，今天这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们看到现在呢，真的是很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已经找到一个适合自己临时止痛、牙齿不舒服的方式。这些方法呢，都并不是治疗牙齿一劳永逸的方法，只是告诉你们暂时止痛，所以还是要赶快去约诊，然后赶快看牙医。如果你们喜欢这一类的影片，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拜拜。